你怎样玩魔方呢？不是简单的摆弄，而是像弹钢琴一样。这个问题起初看起来不符合常理，但在一个被称为群论的抽象数学领域中，有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容我好好解释。在数学中，一个群指的是一些元素的特定集合，可能是一组整数，或是魔方的面，亦或是任何东西，只要它们符合特定的4条原则或公理。公理1，封闭性。群的所有动作必须仅限于组内的元素，在框内，你所做的任何操作，比如将其转向一个方向，得到的最终结果仍是组内的一个元素。公理2，结合律。当我们在对群做一个操作时，无论我们在哪里加括号，结果都不会变化。换种说法，如果我们把魔方的一个面向右转动2次，再向右转动1次，这和先向右转动1次再转动2次结果一样。从数字上来说，就像1加2等于2加1。公理3，单位元针对每一个操作，组中都有一个元素被称为单位元。当我们将其特征赋予组中任何一个元素，我们仍然得到原来的那个元素。针对于魔方的面和整数这2个组合，它们的单位元都是0。听起来并不是挺令人激动。公理4，逆元。群组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能在同一个群组中找到一个逆元。当这2个相反的元素相加后，得到的结果是单位元0，所以可以说它们抵消对方。这就是4条针对群的公理，可是意义在哪里呢？当我们越过这些4条基本的规则，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涌现了出来。例如，我们把方块扩展至一个标准的魔方，这是一个符合我们所有公理的群。尽管我们现在有了相当多的元素以及更多操作选择，我们可以转动每一面的各行各列。每一种不同的情况叫做一种排列，当群中的元素越多，可能的排列就越多。一个魔方拥有超过43乘10的21次幂种排列可能，所以尝试胡乱地解开它可行不通。然而，我们可以利用群论来分析魔方，确定排列顺序，最终来解开魔方。事实上，这正是大多数复原魔方的人所做的，甚至用群论标记来记录转动。群论不仅仅局限于解开谜题，群论也被深深地嵌入音乐中。把一个和弦可视化的方法之一是写出全部12个音符，并使它们围成一圈。我们可以从任意音符开始，比如从最上面的 C 开始，所得到的和弦叫做减7和弦。这个和弦是一个由这4个音符元素组成的群。我们所能对其进行的操作是将最底部的音符放置到最顶端，在音乐中我们称之为转位，这与我们之前所做的加法是等价的。每一个转位都改变了和弦的声音，但它一直是减7和弦。换句话说，它符合公理1。作曲家们用和弦转位来操作一个和弦序列，用于避免不匀称或是不和谐的和声。在乐谱上，和弦转位看起来是这样，但我们还可以将其覆盖在这些方块上。所以，如果你将整个魔方都赋予音符，每一面复原后的魔方都是和声的和弦，将解魔方的步骤以和声的进行的形式表现出来，音色会逐渐的由不和谐转为悦耳。演奏魔方吧，如果你喜欢。如果您热爱学习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周我们都会发布新视频，内容涵盖从双语大脑的好处到丝绸之路的历史等各个方面，敬请关注，保持好奇心。